美國養了這麼龐大的軍隊，面臨新的武器、新的戰法的時候事實上就遭到這100天左右的对美國軍事力量的不斷的羞辱。他認為伊朗這個國家要自行崩潰，沒有。然後過一陣子，他就說他們彈藥已經快沒有了，他們打不下去了。空軍被我全滅，海軍被我全滅，然後陸軍呢，飛彈什麼的都90%都沒有了。他已經講伊朗快完蛋已經好幾次了，都沒完蛋，所以他研判不準啊。研判不準就變成就是說這是他個人的問題了。那我有時候在想說 ，CIA 是不是在搞他？有時候會懷疑說 CIA 不喜歡他嘛，是不是在搞他？故意挖坑給他跳。伊朗現在是一邊放話了，他說會接下來封鎖荷姆茲海峽，一邊他也在演繹下一個戰場會出現在曼德海峽這邊來開新的戰線。川普現在說要做的軍事施壓，到底是逼談，還是把戰火現在推向失控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來看到伊朗一邊喊停談判，一邊又強硬的反擊，但是川普卻公開說了，美伊的談判1周之內很有可能就可以達成協議了。他現在是找一個借口來趕快宣布勝利嗎？第三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伊朗的底氣來自於哪裡呢？為什麼敢跟美國硬碰硬？是不是在背後有來自於中國大陸武器的援助？現在來自於外媒的報道說，背後有來自於中國大陸的肩射飛彈之外，還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預警雷達，甚至是飛彈燃料的供應在撐腰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美伊衝突在和談這個當中，我們想看到的事情是，現在軍事動作不斷，雙方已經正式的進入到了消耗戰。美國一直說自己是在打一場自衛性的打擊，但是伊朗就非常嚴正的說，美國是侵略，所以呢，雙方的戰火不斷的在升級。而近期我们要特別來看到，從5月底一直到6月，才到6月初而已，非常多場的衝突，來自於美伊的衝突，我們為觀眾朋友特別整理出來，稍微來看一下。包括在25號這一天，美國對伊朗的南部，這個是它的阿巴斯港發動的突襲，鎖定的是飛彈的發射設施跟伊朗的水雷艇。26號之後，伊朗方面則是立刻反擊，擊落了一架美軍的 MQ-9死神無人機，並且對美軍的 F-35開火，迫使這架飛機改變了航向。緊接着28號，美國再度的對伊朗攻擊，打它的無人機地面控制，發動防禦性的一個打擊。28號的時候，伊朗又反擊了，這一次打的是科威特的美軍基地。再來，我們看到30跟31號2天，美軍連續對伊朗發動了打擊，打的都是跟它的無人機的體系，還有它的雷達系統的設施是有關係的。最新我們來看到是在6月1號了，伊朗再度的打擊科威特的美軍空軍基地，革命衛隊說已經摧毀了原本預定要打擊的目標。我們看到一波一波的伊朗，甚至是全面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對美國放話說接下來會全面的封鎖荷姆茲海峽之外，他也言意要在曼德海峽這邊新闢一個新的戰線，導致我們現在觀察到的國際油價正在大漲，全球能源航運再度拉起了警報。川普到底有沒有錯估形勢？而另外一條新的戰線曼德海峽一旦爆發了戰爭，是否又導致國際油價會完全失控？那傑大師怎麼看？對，現在事實上的話，整個的情勢哈，在軍事上面還是在雙方的可控的範圍裡面，沒有失控。因為美國打都是怎麼講呢？嘴巴說打得很兇，實際的攻擊是很有限的攻擊，都是針對軍事基地或針對幾艘那個飛彈快艇啊，宣示的戰果看起來是不錯，可是實際你去看，造成的傷害並不大，而且是很對點的打。那伊朗的這個反擊還是沒有破壞它的原則，就是對等包袱。對，所以現在一直在這樣子一個默契之中進行。所以雖然川普到最後談判快要達成階段，有一點沉不住氣，又這個手又怎麼講哈，又上了賭桌，又在那邊偷牌了，對不對？所以就變成他這個毛病就是改不了。不過看起來情勢都還是在掌控之中啊。不過這種戰爭打到現在的話，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小結，也就是說這個小的這個哈，不能說整個的一個蓋棺論定，因為現在不打100多天嘛，情勢都在變化。我們就對川普做一個小結的話哈，
那怎麼小結法呢？就是說他情報準確，可是他研判錯誤，因為他的研判就是他對這場戰爭的預期，通通沒有照他的預期發展。比如說，他打完了那個殺掉40幾個伊朗的首腦以後，領導成員他說：“伊朗自己要亂了啊！這個伊朗人民已經全部要起義了，全伊朗多久以後起義了？有沒有起義？沒有。他認為伊朗這個國家要自行崩潰，沒有。然後過一陣子，他說他們彈藥已經快沒有了啊，他們打不下去了。空軍被我全滅，海軍被我全滅。”然後陸軍呢，他這個什麼飛彈什麼的都90%都沒有了。好，最後呢，不管他這個情報準不準確，可是他研判說伊朗快完蛋了。他已經講伊朗快完蛋已經好幾次了，都沒完蛋。所以他研判不準啊。研判不準就變成就是說這是他個人的問題了。那我有時候在想說 ，CIA 是不是在搞他？我有時候會懷疑說 CIA 不喜歡他嘛，是不是在搞他？故意挖坑給他跳，一般怎麼跳這麼多坑呢？哪有這樣子搞法的？又說，哎呀，伊朗現在領導層分裂，他們現在已經分裂，有人要投誠了，有人要把那個幹掉，這票那要幹一票，有嗎？他的那個講故事能力很強，已經好幾種故事，通通沒有兌現。所以，我們用理性的來講的話，是吧？他研判是錯誤，研判就是你的期待跟未來。你對未來的這個預估就是你的研判，那你是研判錯誤，還是你自己本來就是喜歡做夢的人？對，做那種白日夢的人。可是做到美國總統怎麼會這樣子？他旁邊說實話，一天這些人都不是一些酒囊飯袋啊，有 CIA 有這些美國的職業軍人，怎麼搞成這樣呢？所以我覺得這裡面當然統帥要負一切責任了，因為所有最後責任都他要做。不過這個過程中，我認為美國基本上這個國家。基本上，很多地方是怎麼講呢？我覺得包括他們軍事思想都落伍了。他沒有想到這種超高音速飛彈跟無人機在戰場扮演的角色已經是這麼決定性了。他們正巧對這兩樣武器是束手無策。所以呢，這就變成美國養了這麼龐大的軍隊面臨新的武器、新的戰法的時候事實上就遭到這100天左右的這個對美國軍事力量的不斷的羞辱。好，所以我們看到整場戰事打到現在為止雖然川普獲得了非常多的情報，看起來都是準確的，但是確實在判斷上面是不是有誤導致這場戰爭遲遲都無法停下來。尤其呢，現在在這個和談期間，其實包括了伊朗跟川普對於這場戰事會不會停下來的預估值是完全不一樣的。伊朗方面呢，他們認為說呢，美國你到此刻都還在偷襲我們，並且偷改這些協議的條款，所以呢，伊朗說我們決定要終戰，並且重新來談荷姆茲海峽的議題。川普則是搞不清楚狀況嗎？他說伊朗沒有這麼說，他甚至說呢，1週之內就可能跟伊朗達成協議。川普另外他真的是目前為止壓力非常的大，除了說這個彈藥面臨快要打完的這個壓力之外，還有油價上升跟國內的反戰情緒，來自於盟友的不信任等等。所以在此刻，川普現在的態度是什麼呢？是因為他真的搞不清楚狀況，還是他趕快急於找一個台階讓自己下台階？那幹哥怎麼看？他不會搞不清楚狀況啦那老師講一句，就像大師講的，他旁邊人不是酒囊飯袋嘛，對不對？他只能夠裝蒜伊朗沒這樣講啊，有退出嗎？有嗎？不會的啦，他不會退出。我預計下個禮拜我們就會有結果，他只好這樣講啊，不然怎麼辦呢？對，可是實際上，這個戰爭已經是很不對稱了老實講一句，因為美國的確還在用上一個世代的那個想法在打這場戰爭，東西都很貴對，你已經看到烏克蘭戰場上的那個結果了，恐怕下一場戰爭真的是要這樣打法現在普丁跟澤倫斯基兩個人不知道打什麼，我們也看不太懂。就是說，好像在打一場泥淖的戰爭，沒有決定性的結果。那是未來戰爭的樣態嗎？因為你開着幾百萬美金的坦克出去，那可能開不回來那我幹嘛要開出去呢？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伊朗也是這樣，它就是不對稱嘛。我的飛彈已經被你炸光了，是不是？你知道我地下藏了多少嗎？我的飛彈不像你的 ATACMS 沒有那麼貴，而且我可以得到很多源源不絕的
供給，什麼從中國來的供給啊，是不是？所以你怎麼去猜測？你怎麼去防範？然後現在好了，他說，我們還在談判桌上，伊朗就是說我早已經離開了，我暫時懲罰你，我不在談判桌上了。為什麼？因為你偷改了條文內容，卻不讓我們伊朗知道。你光看那個裴澤斯基安哈，已經快要失勢啊。我就真的覺得伊朗總統也是蠻難幹的啦哈。他真的，因為他沒有實權，真正的實權在 IRGC 的手上，這就影響到什麼？這就影響到說，你要讓荷姆茲海峽重新開放通行的可能性，不是在這幾天之內能夠達成的。而川普要的就是要趕快開放，為什麼？因為油價壓力太大了，不是已經好像和緩了嗎？油價又退回到60幾美元一桶了嗎？現在又到了96美元了，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他說，伊朗說，我現在兩邊封鎖，荷姆茲海峽封鎖之後，我還要再封鎖曼德海峽。大家知道曼德海峽，我們曾經提過，其實阿拉伯半島的東北方就是荷姆茲海峽，曼德海峽在西南方。沙烏地阿拉伯身為最大的產油國，他說好了，荷姆茲我過不去是沒關係，我有一條油管從東邊到西邊長達1000公里，我從紅海這邊出去，就從這邊出去。那紅海下來要先經過曼德海峽，再經過亞丁灣就可以出去了，就不理你荷姆茲海峽了啊，我就不受你伊朗的制約了。現在你知道伊朗要幹什麼嗎？伊朗他現在聯絡也門青年行動。來，還有伊拉克的支持他們伊朗什葉派的那個反對陣營說，來，我們準備幫我把曼德海峽給封起來。我跟你講，沙烏地阿拉伯如果從曼德海峽都出不去的話，那就完了。你知道現在沙烏地阿拉伯也偷偷幹呢，他以前都從荷姆茲对不對？每天送300萬桶原油出去对不对？他現在從亞丁灣出去，每天出去700萬桶。那個港口叫鹽布港 ，Mbu 叫鹽布港，每天是出去700萬桶。這就是為什麼我告訴各位，這就是為什麼全球油價沒有狂飆的原因所在。鹽布港每天出去700萬桶原油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然後一直沒有造成油價波動。如果伊朗今天開闢第2戰場的話，那沙烏地阿拉伯標準玩完了。玩的話。1桶油就不是美金100塊了，而是100多塊，甚至到120塊。如果到了120塊，不是只有沙烏地不要活，是我們也跟着都不要活了。那你要逼伊朗到這個地步嗎？如果是，我覺得川普你還是實際一點的，趕快啦，講出一點有用的東西啊！不要再在那個濃縮鈾上面一直堅持啊，那沒有用的。對，所以現在最擔心的就是第2條曼德海峽這邊會不會開闢第2戰場，到時候就不會只是影響美國了，包括全球的油價都會因此跟着賠漲進去。現在大家也在看說，那伊朗的底氣到底來自於哪裡？尤其是在軍事的打擊上面，除了說這個伊朗方面一直在修補自己的，不管是飛彈庫存啊，它的地下碉堡等等，我們看到現在也在說，是不是有來自於中國大陸武器的支援呢？那特別來看到幾款武器到底有沒有來自於中國？首先外媒做的披露，一共是3款。我們要來看到的是第一個，他說呢，疑似有中國企業透過跨國網路來協助伊朗取得1.2萬噸用於彈道飛彈固體燃料的化學原料，可以制造2500枚的飛彈哦。再來就是有沒有中國大陸提供的 FN6的肩射防空系統，當時美軍的 F-15E 就是因為這樣遭到擊落的。最後是有沒有大陸的長程預警雷達，這一款是中國制的 YLC-8B， 那艦長怎麼看？大家討論這個問題啊，第一個你要問2個問題：第一個，中國會不會幫助伊朗？第二個，如果他會幫助，他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情況下幫助的？那全世界啊，你去查，就反美勢力的前3大是俄羅斯、中國跟伊朗。除了他們的跟美國的這種意識形態的對立以外，還有就這3個國家的實力，它的人民的這種強大的這個人民的這個人數，所以前3大是這3個。那因此，如果你是這3個國家，我說俄羅斯跟中國，你會不會幫助伊朗？如果伊朗現在跟美國在打的時候，你們都在反美，你們當然會幫忙。所以第一個前提，他會幫忙。那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因為以前伊朗是親美國家，巴勒維王朝，什麼時候開始變成反美？1979年
伊斯蘭革命衛隊成立之後，他就開始從親美變成反美。那因為他變成反美，所以西方國家開始制裁伊朗。那從制裁開始，你說伊朗我能靠誰？他當然掉過頭去靠中國，或者跟這個俄羅斯。從那時候開始，他就跟中國建立了許多的軍事方面的合作。他基本上他還算有點骨氣的，他觉得他買什麼東西之後，他一定回來做一個逆向工程，然後接着他就會自己生產。他做了很多東西，你別以為伊朗是一個很落後的國家哦，不是，他也能造潛艦，他也能造重型魚雷，這兩個東西全世界都沒有幾個能做的。所以那他在從中國獲得的支持裡面最大的幫助，第一個叫做弓箭飛彈，就是攻船的打那個船的那個飛彈，他從開始 C8洞1、8洞2開始買。從40年前就左進了，一直到現在都還在做，這是第一個。那他就自己研發他自己的。然後第二個是防空飛彈，紅旗2、紅旗7，以及肩射的那個飛彈，通通是從中國買，然後他自己去研發，去做他自己的。然後還有第三個就是快艇，快艇的這種飛彈快艇技術基本上也是中國去買的，然後去仿造。然後還有水雷，那他也從俄羅斯拿了很多的技術。好比說 Kilo 級潛艦是俄羅斯的，他買了4艘。我們到今天為止，我們都很難造出潛艦，但是伊朗已經可以造出來，就是他其實蠻厲害的。所以你知道中國會不會幫伊朗？會，那一直都在幫。那你說現在伊朗打到現在，其實我有時候會覺得蠻意外的，應該已經被打趴的吧？現在你會發現他比川普還要硬啊！川普說哦，已經讓他同意，他都沒有。他每次你說有，他都告訴你沒有。我想他的底氣哪裡來？他底氣第一個，大家記住，他的地形是天然的，他的最大的底氣裡面高山峻嶺，而且你去看他的整個國家四面有一圈叫做銅牆鐵壁，就好像如果說你今天要打台灣，你要從我們的東岸上來，第一個上來就是一個中央山脈，你可以占據邊邊一點點，你怎麼樣往裡推很困難，所以他有一個銅牆鐵壁，整整繞一圈哦。真的繞一圈，然後他國家又大，所以美國如果今天一定要打進去，可不可以？以美國的實力可以，但是你去想想，他要死多少人，所以他不會去跟他去硬拼。這是一個。第二個就是真的就是俄羅斯跟中國的資源，而且別忘了這3個國家是貼在一起的，不像美國。美國說有天我來支援日本、韓國，你在哪裡？10萬8千里之外。這3個國家緊緊連在一起，當他要支援他就支援他。你說打到現在他會不會支援他武器？我不敢講，但是這個支援不是現在才有，一直以來都有。然後你說他支援他糧食這些東西，我覺得是會做的。所以呢，現在我再來看，最後就是有些東西是其實沒有什麼差異，差不多1.2萬噸的那個彈藥，這個運到做好飛彈，大概已經是後年了。這個戰爭早就結束的。所以它的幫助不是現在，而是一直以來的這些技術資源。中東火藥庫難道再次的被美國給點燃了嗎？我們知道美軍日前才說呢，他針對於伊朗南部實施的這一次的最新打擊，他說這個叫做一個自衛性的打擊，強調說我們雖然做了打擊，但是美伊停火暫停的停火還是有效的，目標還是持續的鎖定靠近荷姆茲海峽周邊的軍事設施。但今天早上我們看到伊朗方面有了最新消息傳出來。革命衛隊稱，為了報復阿巴斯港機場附近的襲擊的事件，已經正式的對美國的空軍基地發動了打擊。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除了針對美軍基地之外，同時，伊朗也說了，現在更向4艘試圖穿越荷姆茲海峽的船隻正式的開火了。2大動作是在今天早上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好，另外在美軍在這個行動不久之後，除了剛剛的2項的這個軍事打擊之外，我們來看到的是，在伊朗的南部的地區，南部的戰略港市，這個是阿布斯港，又接連傳出了多起的爆炸聲響，而且至少有3到4次的爆炸聲響。防空系統一度是啟動，目擊者說他有聽到戰機在空中當時飛行的非常的大聲，而且呢還疑似有聽到地對空飛彈發射出來的這樣子的一個聲音。而革命衛隊其實他們的領袖非常的火大，高層也直接對美國喊話了，他說接下來從查巴哈一直到馬夏
這些被美國攻擊的地方都會接下來成為侵略者的墳場。這話說得非常的重。那事實上，美國官員才證實的，美國在昨天晚上再次的对伊朗发动了這一起攻擊，已經讓國際油價因此反彈了3%以上。而在中東國家，包括了這個科威特的軍方，也趕緊來啟動應變了。因應的就是敵對的飛彈跟無人機在這個地區所造成的威脅。那麼他們說已經啟動了防空系統，防的就是飛彈還有無人機。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了現在伊朗的各種動作，不管是美國的軍事基地對於海峽再次的開火，還有公開威脅港口城市全面的軍事化，代表伊朗會進入另外一個升級的打擊模式的意思嗎？那酈将軍怎麼看？美伊雙方雖然說現在正在舉行所謂和平的會談，也雙方也開出了很多彼此互相這個條件也開出來，但是軍事方面來講的話，我們現在看到美伊雙方卻是零星的交火不斷哈。那事實上，這個在這次打擊之前，大概在前天，美軍已經對伊朗的海邊實施第一次的打擊。那次美國自己宣稱是做一種這個防禦性的攻擊哈，這個軍事上面好像沒有這種詞語，你是防禦還是攻擊呢？對不對？那按照美國日面上面的解釋，他是發現說是伊朗的部隊哈，這個無人機已經準備發射出去了，所以說在這種狀況下，他認為說伊朗會對他基地發動攻擊，所以他先發制人，對這些無人機實施攻擊。但是在這過程之中哈，他自己被擊落了一架MQ-9的無人機。所以如果說是就金額來講的話，我覺得美軍損失會比伊朗要大哈。伊朗大概損失了幾架無人機啊，好像4架無人機吧。然後但是美軍自己損失的是一輛 MQ-9，但是沒想到在這個昨天的時候又發生第2次類似這種情形哈。這個美軍又對阿巴斯港實施攻擊，但這次來講，伊朗在剛剛最新的訊息來講，立刻實施報復。那之前它是屬於防衛性的一個動作，但是這次它又主動攻擊。他又用無人機這個攻擊美國在科威特的基地空軍基地。那這次美軍用愛國者導彈來做攔截。那從價格來看的話，這個美國這次又吃虧了。你愛國者去攔截這幾架的無人機，那是不是很明顯的又吃虧？可是你不攔截又被打到。對。所以我覺得美伊雙方當然高層來講的話，政治層面方面，雙方雖然說現在進入一種談判的程序了。可是就軍事上面來講的話，雙方是完全沒有彼此互相信任的基礎。只要對方稍微有一點動作他就會這個立刻繃緊神經，甚至於草木皆兵立刻這個立刻用軍事動作不管是實施攻擊或者反擊或者是防禦。所以從這幾次的攻擊看出來，美伊雙方在軍事上面是完全沒有信心。那你也不相信我不會攻擊你，我也不相信你不會打我，所以軍事上面交火不斷。可是我認為說是這個，如果說持續交火不斷的話，那當然這個戰火如果說一不小心這個擦槍走火，這個野火燎原的話，那軍事的動作會更大。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就美軍來講，它的這種2艘的航母戰鬥群原來以前在這邊的林肯號航母戰鬥群，還有迪里波里號的2棲攻擊艦，最近聽說又要去1艘這個布希號航母戰鬥群，有5萬個美軍的大軍駐守在這個地方，包括海空軍。但是這種狀況之下，美軍是很難撤軍的，你部隊就撤不了，離不開。那這個當然伊朗這時候有地理之優勢，他特別講說用查巴哈到馬夏這個地方，會成為侵略者的墳場。查巴哈跟馬夏在什麼地方？它是在伊朗的這種南部也就是這個荷姆茲海峽南邊的海岸的2個城市，一個是在伊朗的最東端，一個在西端，也就是說，它沿着海岸線這一線來講的話，它會在這邊構築它的防禦陣地。當然，這些防禦的工事，我相信包括到地面的防禦工事包括到海空的防禦工事。那我們看到這次這個 MQ-9死神無人機又墜毀一架，之前就已經這個被伊朗擊毀24架，那這一架來講應該是第25架無人機被擊毀。那我們不禁要懷疑，以伊朗來講的話，它現在可以說是毫無空軍的力量，因為它幾乎沒有空軍的戰力戰機幾乎有啦，但是都是老舊型的空軍包括到這個 F4U04 戰機 F15那種這個 F14 的這種老舊型的熊貓戰機那都已經是30-40年代以前的戰機。
那當然地空的中長程導彈它都沒有，它現在唯一有的這種防空武器，大概就是短程的箭射型的防空武器，有他自己研發的，也有俄羅斯給他的柳樹型，那當然傳說中也有中國給他的紅鷹箭射型的這個彈道飛彈，但是為什麼光靠這些短程的這個防空武器它就可以獲取制空上面一定的這個戰果這確實是值得我們學習軍事的人去研究的。因為如果說在這種情況下，而且它對抗的是這個世界制空的強權美軍居然到目前為止，如果說之前說42架，今天加這一架的話，等於43架的戰機已經被擊毀了。那伊朗憑什麼可以做到這一點？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如果說美軍在伊朗方面這沒有辦法100%取得制空的優勢，那後續來講的話，它不太可能在這場戰爭之中可以獲得戰場上的一個勝利。好，在這一場的戰事當中，這種各種小波的攻勢當中，可以看出美伊之間的互不信任。還有呢，確實現在對於美軍來說壓力非常的大，因為都是這一些剛剛將軍幫我們提到的這些高價的武器被打下來，包括了多架、數十架的 MQ-9死神無人機等等。那在此刻，我們也看到，其實呢，中東的海灣國家現在對於美國的信任度也在快速的下降當中。尤其我們要特別來看到，是因為川普呢這一次喊話的對象竟然是阿曼，一向都是在這個處理美伊斡旋的一個角色，而且跟美國過去的關係是良好的阿曼沒有想到川普在此刻發出了一個警告，他說呢，要求阿曼不要去介入荷姆茲海峽的問題，否則話說得很重，他說就會被美國給炸毀。這話一出，當然了，這些海灣國家聽在耳裡更是緊張了。但是呢，在此刻，竟然我們看到川普還是繼續的推動亞伯拉罕協議，要希望這一些中東國家跟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當然了，這些國家立刻做出了反應，包括了巴基斯坦拒絕之外，沙烏地阿拉伯也是說呢，除非巴勒斯坦建國，要不然他也不願意加入。所以看到整個阿拉伯國家的態度都開始出現了明顯的鬆動。接下來海灣國家還會願意綁定美國的這些軍事基地啊什麼的在他們當地嗎？還是會開始向中國大陸來靠攏？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海灣國家在產生變化，這是一個很根本的一個問題啊。過去是海灣國家的遜尼派跟什葉派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有中派之間的仇恨跟鬥爭啊。所以對於海灣國家來說，他們對於伊朗是恐懼的，是畏懼的，所以他們需要美國提供給他們一個安全保障。那他們怎麼樣讓美國願意提供給他們安全保障？他們當然就付出很高的代價，向美國購買龐大的軍事武器裝備，然後讓美國在他們的國家內設有很龐大的軍事基地。這個好像跟台灣很像，就是設有很龐大的軍事基地在裡面，讓美國駐紮在那個地方。然後再加上他們在石油上，他們跟美元掛鈎，來幫助美元國際化，所以他們等於是付出龐大的代價，來換取美國對他們的安全承諾、安全保障。結果在這一次的這個美伊的開戰中，也就是說，美國發動了對伊朗的不正義之戰，在國際上是被譴責的，在聯合國上是違反國際法的，所以它事實上是孤立的。也就是美國跟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戰爭，在全世界，美國跟以色列是被批判的。包括美國的盟國、傳統的盟國、歐洲的所有的國家都不敢跟美國站隊。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我們看到海灣國家，因為在過去讓美國在那個地方設軍事基地，讓美軍駐紮，讓美軍可以使用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對伊朗進行攻擊，而他們招來了殺身之禍。他們招來了殺身之禍，因為伊朗完全有正當性。為什麼？因為按照戰爭法的規定，你可以對源頭進行打擊。也就是說，當美國使用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攻打伊朗的時候，伊朗就順理成章可以對於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美軍的軍事基地進行攻擊，而且也可以提供給美國的這一些援助的國家進行攻擊。是，所以這樣的情形使這些海灣國家，特別是這個阿聯酋，它本身受到的攻擊是最激烈的，受到的傷害是最激烈的。但是不管從卡達、
巴林、科威特、阿聯酋，甚至沙特阿拉伯這5個國家，他們竟然發現，美國非但沒有保護他們，沒有提供他們安全的維護，美國把主要的力量用在保護以色列。那這個對於他們來說的話，他們覺得很錯愕。也就是說，我提供這麼多的錢，提供這麼多的犧牲，我甚至我用我的美元跟你，我用我的石油跟你美元掛鈎，結果我完全換不來你對我的安全保障，結果我反而遭到這樣的一個攻擊。那對於他們來說，他們當然想法在改變了。這個在戰爭的過程中都已經產生了激烈的變化。第二個就是大陸成功的把什葉派跟遜尼派的磨合，也就是減少他們的矛盾跟衝擊跟過去的仇恨。所以當沙特阿拉伯跟伊朗握手的時候，其實很多海灣國家除了阿聯酋以外，少數的國家，絕大部分的國家都緩和了跟伊朗之間的關係。所以他們對美國的安全的需求跟保護也沒那麼高了。這樣子一個相互疊加下來的話，你想是不是產生了質的變化了？所以卡達率先的說，戰後他們在考慮是不是讓美國重返卡達。卡達如果這樣做，那阿聯酋如果也這樣做的話，伊朗在美軍在海灣國家能夠在使用的軍事基地就變很少了。可是問題就在於海灣國家，那它的武器裝備怎麼辦？過去使用的都是美式的武器裝備，跟少部分的歐洲的軍事裝備。那未來很有可能會採用巴基斯坦的模式，也就是海灣國家出錢，向中國大陸買武器裝備，交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訓練出他們的軍隊來幫他們的成為他們的傭兵，來保護他們的國家。這不是就是三全其美的一個做法嗎？對美國反而是最不利的。好，我們看到這一場戰事，現在呢也因為現在看到整個地缘政治的變化，海灣國家對於美國的態度已經開始出現了非常明顯的一個轉變哦，是為求自保，他們已經開始改變自己原本的這個態度了。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對於川普的不信任度，除了來自於海灣國家之外，包括美國自己的人民也非常的不信任川普，而且呢，最新的民調，美國的社會整體是非常厭戰的，不管是多家媒体。现在看出來的民調都是顯示如此哦。我們先來看到最新的一個民調是福斯新聞，他說60%的民眾支持限期，趕快結束這一場戰事吧。然後呢，《紐約時報》有一半的人主張立刻停火，華郵65%說不信任美國有能力可以阻止伊朗擁核這件事情，只有22%認為戰爭可以摧毀伊朗的核計劃。英國學者也說呢，現在美國進入了麻煩期哦，短期戰爭的謬誤當中。以為說靠着這一些高科技AI 的火力可以快速的解決這場戰爭，結果現在自己難以抽身了。聶老師怎麼看 ？OK， 我覺得短期戰爭這個short run 的這個 war， 他認為這個謬誤呢，原因產生只有一個啦。川普這個人，他的狂妄、自信、自大，然後沒有嚴密的一個事前計劃嘛。我覺得這就是他的謬誤啊。其實當時他在要攻的時候，那個五角大廈都不認為現在該攻，因為你還沒有完整計劃你就攻了。川普只是用他過去1987年裡面書所寫的攻擊再攻擊。當我要你投降，我跟你在談判桌上談的4個東西，你竟然好像每一個都不想答應，我就先打你，打到嚇到你以後，你就會接受啦。他以為這樣一下就打倒了，那時候還喊最多4天。請問現在已經幾天了？快近100天了嘞，已經90天了。我现在一個重點，當時4個重點是什麼東西呢？他幾乎都沒拿到。你知道，今天其實有一個訊息說，他們要簽一個和平協議，這個臨時的和平協議的草案的暫定版，臨時哦，又草案哦，又暫定。請問你覺得他們結束了嗎？之前講說已經達到95%可能和談了。我跟你講，現在已經不叫戰爭，就是和談，到底要不要談？我覺得談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就在，因為伊朗知道美國你這個川普是不可信。我們所提的東西，包括第一個，你不要再打我們。川普可以說我不打了，可是我要國際保證，西方世界盟友都要保證。你知道，他也去游說了歐洲國家。我跟你講他們不相信川普，因為講了川普講，將來還是會打我。你看這幾天不是一樣嗎？他沒有辦法簽下去啊，不是伊朗的問題，是川普的個性讓他們不敢簽。第二、第三、第四都跟錢有關嘛，不管是經濟的制裁的鬆綁，或者是這個資產的解凍，有沒有？
當然這有可能自然解凍，那經濟美國也不會把它鬆綁。最後一個就是要賠償，當然這個讓川普非常火了哈。那不管怎麼說，所以伊朗不能讓，他就不讓嘛。可是美國呢，消耗戰這不對稱打到這麼嚴重，他不能不讓，他必須讓啊。那這時候川普怎麼辦？他必須找下台階。川普就也很可憐啊。大家問他說：“你在不在乎期中選舉？”我不在乎。我跟你講哈。感情事件最敏感的事件，當你很喜歡一個女的時候，你在不在她的心裡？我根本不在乎，心裡每天都在想，很在乎，你知道嗎？越說不在乎，越在乎。這此地無銀三百兩，他很在乎。現在問題就來了，說他怎麼辦？剛剛講到路徑出現謬誤，現在有很多人哈在形容他已經出現2個最大的致命傷。哪2個致命錯誤？第一個就是事前他未獲民眾支持，就做了一個所謂缺乏攻擊的明確事由就攻了，這個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第二個呢是缺乏清晰的退場計劃。現在他無法退場，他又要面子又要裡子，這個問題大了。他只能用他過去的幾招，怎麼說呢？不認錯，死不認錯嘛，永不認輸。他只能這樣啊，他有幾招可以用，全部推給前總統。這些時候累積的都是以前總統造成的，諸如此類。或者他反正就是避重就輕，他永遠說：“哎呀，我沒有輸，你知道嗎？”他輸了也說：“哎呀，我讓只是因為什麼原因啊，為了怎麼樣？”然後呢，他耗不起的，他絕對不講。最後一個呢，他一定會一直強調，你看伊朗還是被我打到很多地方啊，打這麼一個穿着皮鞋，原來財大氣粗的，只不過攻擊了人家部分地方，當然對方這損失慘重，你就一直拿人家損失慘重來給自己家下台階，這是他可憐的地方。因此大家明眼都看清楚，川普現在要下台還蠻可憐的，他還面臨到了現在荷魯海峽造成的石油的問題，產生通膨的問題，產生經濟的下跌。期中選舉，你覺得他在不在乎？他心裡很在乎，表面說我不在乎 ，I don't care。美伊戰事的最新消息是，伊朗的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在喊說，接下來要來祭出的就是聖戰的行動了。真的要全面開戰了嗎？現在伊朗手上握有2大王牌，川普目前只敢放話，不敢開戰。另外收到的一個最新消息是來自於紐時的爆料說，美國的白宮這邊決定要暫時停火。針對於伊朗的攻擊，主要的原因是有太多架的美軍戰機被擊落了，一共是達到42架。等一下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一個比較細部的關心。好，如果呢大家認為說伊朗接下來還會在這一場美伊戰事有一波很快就會有新一波行動的，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做討論。留言1，如果你認為這場戰事已經暫時告一段落了，可以在留言區寫下2，一起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跟討論。我們要來看到最新一波的衝突，就是難道又要開打了嗎？最新消息是，伊朗的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終於正式的放話了。他說，伊朗跟美國、以色列的對抗的定義，他說，對於伊朗跟美國來看，以色列的對抗的定義就是聖戰，甚至點名呢，美國跟猶太人他們是死敵哦。那麼我們來看到的是反恐專家特別解讀了穆吉塔巴的這一段話，他認為說他不是只是單純的政治的喊話，而是正式的向世界來宣告說，針對於美以他會來做報復，而且是會以聖戰的行動，等於是提升了戰爭的一場正當性。好，確實我們看到最高領袖做了這樣子的喊話，民間馬上就有相關的對應行動了。難道現在全民備戰了嗎？最新消息來看到，在伊朗的官媒特別指出的，有超過3100萬的伊朗人已經報名了參加武器的課程，他們說要一起共赴國難。另外一方面，在電視上也被看到說有主播在教民眾說如何使用武器。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川普的態度是什麼呢？他不是本來說了要暫緩這一場戰爭嗎？結果沒有想到，不到24小時而已，又再次的改口。他說2到3天內會重啟攻擊，甚至已經點出了明確的時間，有可能就在本周5，有可能在周6、周日，或者是下周初就會來做攻擊了。那麼我們也收到了一個最新消息，是來自剛剛提到的《紐約時報》的最新爆料，白宮喊停不打的原因是因為美國的戰機擊落太多了，這是來自於美國的國會研究局最新揭露，一共是造成了42架的戰機被毀，當中包括了 F-15E、F-35A 逆中戰機、A-10攻擊機以及大量的 MQ-9 死神無人機。消息一出，震撼國會。好，我們先來看穆吉塔巴這時候喊聖戰，有沒有可能真的發動行動？再加上3100萬人現在都在練習使用軍事武器哦，委員怎麼看？對，我覺得，很多好朋友都應該已經準備好零食和飲料，準備等着下半場要開打了。
但是這下半場到現在一直遲遲沒有動。那麼，所以如果川普真的要動，就不要再退縮了。不管你說是禮拜4、禮拜5、禮拜6，那就趕快動手嘛。那麼，但是很顯然的，川普現在可能有更多其他的考量，而不敢動了。對穆吉塔巴來講，對伊朗來說，他們已經付出很大的代價了哦。穆吉塔巴全家都被炸死，他自己被炸傷哦。然後呢，整個伊朗的領導階層一口氣被這個暗殺，這個斬首掉了將近100多個人啊。然後呢，你還不要講說整個德黑蘭被炸的這個一片這個斷垣殘壁哦，連很多這個很有歷史意義的古蹟通通都被摧毀了。這對伊朗人來說，這忍無可忍哦！你真的當這個波斯王國是泥做的嗎？哈，就當波斯王國隨便一捏就可以捏碎了嗎？這對伊朗人民來說，他們長期是波斯王國這樣的這個尊嚴跟榮耀哦，他們不可能吞下這口氣的。那麼第二，伊朗準備這場戰爭準備了20-30年。他把所有該準備的都準備好了，包含我們看到的分散式的什麼指揮這個領導的系統，包含我們看到了他用不對稱的作戰，包含我們看到他挖了一大堆美國根本沒有辦法炸的這個非常深的這個地下碉堡哦，這些東西其實他早就已經做好準備跟相關的方案了。那當你今天把這個方案拿出來了，對伊朗來說，如果沒有分個勝負哦，沒有這個分個你死我活，他不是白打了嗎？這個如果伊朗今天停了，你再給美國跟以色列3年的時間，不要3年了，2年就好了，他就已經摸清楚伊朗的作戰方式了。下一次他們再來的时候，他們就會針對現在伊朗的優勢來進行壓制了。這對伊朗來講，他怎麼可能會接受這樣的結果嘛？所以今天，除非美國滿足伊朗的條件，現在很顯然的，伊朗要求的条件就是掌握了荷姆茲海峽，美國的勢力退出中東地區，戰爭要進行賠償。解凍所有對伊朗的這個資產，包含要解除1級跟2級的經濟制裁，這些東西是美國哦，還有包含合法的擁有濃縮鈾的和平使用權利，是這些東西都是美國沒有辦法接受的哦。所以美國跟以色列還有伊朗之間，兩個人根本就是在這個天平的兩端哦，這兩端是完全是一個歪斜線，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現在所講的所有的停戰，只不過是川普想要逃離這個戰場，伊朗想要喘口氣，準備打下半場而已哦。當伊朗準備好了，那麼當然現在伊朗就出面來喊戰了。那現在你就要看川普敢打還是不敢打。除了我們剛才講到的《紐約時報》披露的有關於戰機折損太過於嚴重之外，包含還有呢，這個參議院最近才通過了一個表決，共和黨自己的這個國會議員都倒戈了，限制了川普在伊朗戰爭這個行動的這些權利哦。那你還更不要提哦，現在川普想要打伊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在這邊已經討論過了不曉得多少遍了，該怎麼打呢？攻占荷姆茲海峽嗎？他的軍艦付不起這麼大的代價，真的發動陸地戰爭嗎？整個伊朗的地形跟現在的天氣狀況根本不容許他做這樣的事情。好，你就在複製上一次的這個伊斯法罕的這種什麼這個單點的這個突破的行動，顯然上一次伊斯法罕那次行動，美國折損了不曉得多少戰機，2架運輸機。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要再複製，一定能夠達到他的效果嗎？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挑戰了這個川普要下最後決定的時候的一些考慮的因素哦。那麼當然，在我的角度，或者在希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這些人士的角度上來說，我們當然是很樂見下半場趕快開打。那麼就希望川普這次別逃了，既然說打就趕快打，我們都已經準備好要繼續觀戰了。好，所以一方面我們是看到這個伊朗，它可以說是已經全民皆兵哦，蓄勢待發，有可能很快就會發動下一波的攻擊。但是現在也說，難道伊朗是有這個想法，是說要尋求中國大陸的幫忙嗎？因為他在政治的任命上開始有了一點點的變化。他這邊呢是最高領袖，他已經任命了國會議長是卡利巴夫對中國事務特別代表，有這樣子的一個職位出來了，明顯就是要加深跟中國大陸的綁定。難道是要聯合中國大陸一起抗美嗎？那岳老師怎麼看？這個伊朗啊，原來啊，在這個2月28號以前的時候，是有3個美國公認的溫和派。那美國的算盤打得非常簡單啊，就是這議長叫卡利巴夫啊，外交部長阿拉格齊，還有他們的總統叫佩澤西奇揚啊。
要記住這些伊朗人的名字還真不容易。但是因為他們是溫和派嘛，就是說以色列第一個炸彈就把所有的激進派都幹掉了啊，連那個哈梅尼耶都通通幹掉了。就是說這個穆杰塔巴也是炸得一塌糊涂。你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現在在伊朗境內已經沒有溫和派，全部都是激動派。那這些激動派的話呢，這個卡利巴夫呢，他是由這個穆杰塔巴親自來指定要負責跟中國之間的聯繫關係。我這邊講幾件事情，大家就可以了解到，目前為止在伊朗的話呢，對中國是相當的好，因為伊朗手上中的核彈級的王牌，第一张就是他控制了荷姆斯海峽，荷姆斯海峽中國可以通過，而且石油上面的交換的話，不是说只有当伊朗的油是用人民幣来交換的，整個波斯灣的國家的油出來都要用人民幣交換。但這個就是大陸坐在那邊喜從天降啊，根本都啥事也沒幹。然後呢，最重要的是，伊朗控制荷姆斯海峽底下的袖珍潛艇啊，120噸的那個卡迪爾那個潛艇，對，裡面的話發出來的反艦導彈是中國製的。啊，那麼這個是大概在幾年，甚至於超過1-2年之前就有這樣子的合作的關係。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呢，我覺得哈，對伊朗來講，他看得非常明白。就大家想到這幾天川普到了北京去訪問的時候，一開始最先傳出來的消息，這個習近平主席一開始先講的話就是說，中國不賭美國輸，美國也不要賭中國會輸。這句話其實是非常強硬的，就是說美國常常覺得我自己是世界老大。那麼一開始的話呢，就是除了你剛剛這個我們這樣哥前面講的那句話，講說這個川普摸摸鼻子不敢講，沒有說是不敢講，就沒有直接回應的時候，怎麼賴到拜登頭上去的那句話之前的時候，他講的這句話。換而言之的話呢，就是說這句話告訴這個川普已經搞清楚這個G2的態勢已經分得非常明顯。是。那伊朗這邊的話呢，搞這個卡利巴夫來負責對中國的協調，那當然是有這個含義了。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說，其實伊朗手中還有哪一些王牌是接下來他有可能祭出，也就是我們解讀說要配合穆吉塔巴做這個聖戰，還有哪一些方法？2個大王牌哦，第一個就是他說了，伊朗說他們有新裝備跟新戰法，可以開闢新戰場，而且外界解讀可能就是中東，他要打的中東其他的國家的美軍基地、大使館跟企業。第2個大王牌就是有關於在海底的電纜了，如果呢伊朗把它干擾或者是切斷的話，接下來會引發的就是中東、歐亞他們最重要的金融企業的命脈都會被切斷。所以我們來看到中東國家3個國家是立刻跳出來要川普說你千萬不要輕舉妄動，這當中包括了有卡達、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聯等等。伊朗手中這2個大王牌，接下來會造成多大的影響？還有呢，就是這些海灣國家跟美國的關係，因為他們不願意打嘛，會不會跟美國接下來會有分裂的問題？幹哥怎麼看？好，3個國家我跟你講，就足以把老美給拖住了。卡達啊，阿聯酋，還有哪裡？還有沙烏地阿拉伯，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儲沙爾曼，他特別在這幾天就打電話去，拜託川普啊，真的，你說你這個就5月的我們就禮拜2，也就是昨天，你要發動攻擊啊？他說不要，我們現在還在談，好不好？現在巴基斯坦還很努力的在談，對不對？你這個巴基斯坦就是幫我們這些伊朗周邊的國家，卡達啊、阿聯酋啊，來再跟伊朗慢慢談嘛。你現在又打他的話，我跟你講，遭殃的是我們嘛。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老實講一句，這些周邊國家、波斯灣地區的這些大國都不太願意美國再次發動攻擊。為什麼？其實很簡單，伊朗他手上也不是沒有牌可以打，就像那個主持人剛剛所提到的那個海底電纜那個事關重大對，伊朗現在是可能還派不出人力去搞，但是這件事情在網絡上傳的不止1個月了，我就把海底電纜給剪了，我看你半個地球大概就癱瘓了。他做得到嗎？他做得到，他要不要做而已。但是我跟你講，伊朗要是這樣做，穆吉塔巴要真的下令這麼做的話，伊朗自己的經濟也會受到打擊，這是一定的，一體兩面嘛。因為海底電纜它其實它身負着所有的這些衛星通訊啊等等這些，就是說資訊的傳遞啊，所以你不能說我就把它統統給剪了，我讓西方世界一蹶不振，你自己也倒霉。為什麼？你跟周邊國家之間的那個不管是經貿往來跟經濟
還有你自己國家的出口都會有影響。所以這是不是大殺器啊？必殺器是。你如果要用到這一段的話，它其實老實講，它不是戰爭行為，但是它比戰爭行為還要可怕，海底電纜。然後呢，我現在要對荷姆茲海峽的這些船只收費，我也可以嚴格執行。我同樣的問題，他現在還沒有辦法派出這些人手來，通通來每一艘過去來收錢。他只要每一艘都收的話，我跟你講，伊朗的戰爭經費絕對夠了。所以你都沒有想過這些問題。所以說，另外一個就是說，他的新裝備跟新戰法，我是坦白講一句啦，伊朗其實他都一直在做不對稱的作戰啊，比如說他有袖珍潛艇，比如說他可以布雷，比如说他可以這個就滲透進入，像我們昨天所提到的那個，好可怕啊！他竟然已經抓了6500個間諜，而且把美國的以前的情報官都給吸收進來了，所以女情報官。所以說，伊朗他沒有在做一些準備嗎？有的。我認為伊朗他其實他有準備一些新的戰法，要準備對付美國。但是所以說，周邊的國家都不太希望，因為這一定會升高衝突，就是沙爾曼他絕對不想看到的情況。所以我認為在這一段時間裡面，應該還會再跟川普繼續談下去，就是核設施的問題。只要核設施能夠解決的話，這一場仗應該不會再重啟戰端才對。好，謝謝幹哥。